好学猫。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让生活更中医的千金药方，我是主播九曲。那这一期呢，我邀请了我的老搭档，七情人格的主播樊迪老师。嗨，大家好，我是樊迪，又来返场了。那么这一次呢，我之所以请到樊迪老师，是因为我们要跟人格和自我内在的一个成长提升有关系。现在不管是各种社交媒体上，还是一些课程，都在说一个词叫重塑自我。所以这一期我们会从几个角度，第一就是一个人他是不是可以通过长期的目标设定、行为、环境，甚至关系选择，改变自我叙事的角度，然后慢慢长成为一个更新版本的自己。第二个就是我们从每一个人的人格角度上来讲，大家都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不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改变，而是不同的人你要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那这一点恰好就是七情人格樊迪老师这个部分讲的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几个角度上来探讨重塑自我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可靠的，是不是可行的，是不是可以让我真的更新迭代的。我觉得这个话题特别好，因为就是在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的听友啊，还有我们很多对于七情人格非常感兴趣，然后在学习的同学们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其实重塑自己是每个人内心其实都会有这样一个潜在动力的啊，只是看他明显不明显，或者说我的是不是我的刚需。你看去年我就感觉很多同学听你的那个吵架的那堂课之后呢，就有同学给我发信息，就说樊迪老师，我听完九曲老师的课之后，我给我自己立了一个目标，我要重塑我自己。我说你要变成什么样？他说我准备从明天开始，我要成为一个不好惹的人。哦，好像是有人这样讲哈。对对对，那个大家感兴趣还可以再去听我那节课的回放，那节课是我自讲课以来投入的激情最多的一次。那个里边我会用心气弱的人他是怎么样的一个吵架模式，然后肝郁的人或者肝火旺的人他是怎么样吵架的。所以那节课呢，我基本上是一边在讲课一边在表演。然后大家很多人就说，哦，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我每次吵这样的人我吵不赢，是因为我没有抓到他的短板啊。就有一个老同学曾经跟我聊，他说他觉得自己身体里住着一个更好的自己，就他能够非常清晰地感知到啊，而其现在的这个自己呢，就是行为模式、说话方式，然后甚至是一些情绪上的反应，就好像那种用了10几年的老手机，就它的系统已经非常的卡顿了，然后内存的空间也不够大，但是呢不知道怎么去升级啊，然后他也试着给自己立一个这种情绪稳定的人设，但是会发现就是当那个真实的情绪出现的时候，不可能说忍着不发，因为忍着不发就意味着可能我憋得胸口疼。他说他也想给自己立个有边界感的人设，但是每次拒绝了人家之后呢，又觉得好像我是不是太自私了呀？啊，我是不是这样不太好啊？就各种反复的自责里边。所以我觉得可能很多朋友来跟我们聊这个话题，或者是提出这样的疑问，真正想问的不是我究竟能不能成为这个人设，而是后边有一个更加让人迷茫的问题，就是是不是真的可以通过类似像我们宣导的啊，跟大家分享的这些刻意的练习也好，或者是认知上的提升也好，就是包括养生的各种方式也好，是不是真的可以慢慢的变成我想成为的那个健康的样子，那个平和的样子，那个完整的样子。所以在我练习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到底是在表演呢，是在装饰我自己呢，还是说我真的是一点一点的在长成那个新的自己？其实说到这里呢，我想提一本书，叫《了凡四训》。这本书其实它讲的就是书中的一个人，他叫袁了凡，他是怎么样通过改过积善这么一个过程，后来呢，他通过自己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命数之后，他写了《了凡四训》，是为了给他的子孙后代。所以这件事儿从真实性上来说还是比较可靠的。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好多人可能年纪不大，但是你已经认命了。就是我因为原生家庭是什么什么样子，塑造了我这样的性格，因为我这样的性格，我就找了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想向上跨越，但是我感觉应该没有可能性了。所以当一个人你什么时候认命了，你的命就定了。
但是像袁了凡呢，他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只要你不认，他就有很多方法。他是因为已经知道他哪一年会结婚，哪一年会怎么样，就是从他知道了并且验证了他一辈子的这个行为轨迹和他的重要节点之后，其实他的心气儿就没了。心气儿没了，就其实跟我们今天很多人说，我就躺平吧，我就这样吧，我就找个工作，离家近点，钱少一点，少受气一点，我就这样吧，有点类似。那袁了凡他最终是在跟一个禅师在寺庙里一起打坐的时候，然后他非常的静定，然后那个禅师说：“你这个修为好了不起啊！你这个修为就是那个境界已经很高了，你能够稳稳的心如止水。”他说：“我不是。”是因为我早早的就知道我命运是什么样子，所以我已经没有任何可以期待的未来，所以才会呈现出这个样子。那这个禅师呢，他也很好，就是给他提供了一些另一个维度的一些方法，然后就说，其实这个人的命是可以改的，一部分是先天的，你所说的那部分就是先天命定的，但是另有一部分呢叫命数，命数是可以通过你后天的作为去改运的。那他后来就按照这个禅师告诉他的一些方法，在家门口摆了一个红豆罐子和一个绿豆罐子，他只要做一件好事呢就放一个红豆，然后做一件不太好的事呢就放一件绿豆，然后慢慢的他红豆的罐子呢越来越多了。那其实也就是说什么呢，他从行为层面出发，通过他的行为的每一次向善其实就我之前讲过，药王老人家养性论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字，就是一个人如果你是从早到晚一天都是持有善念的话，你到森林野外都不会有野兽侵害你。所以善在古人眼里是一个极高的品质，那他通过各种行为来向善来行善的时候，就是通过不断的外界的事件给自己更多的能量反馈和积累。所以最后他终于打破了曾经的那个咒语然后寿命延年了，而且说他根本一辈子没儿子，最后人家有儿子了，而且子孙满堂。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你只是改变了一个行为，但是如果一个行为长期积累的时候，你的内心一定会发生气的转变，气的转变就会带来另一个字叫运的转变。所以我们中医里边讲气运，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要跟樊迪老师来讲这个重塑自我，跟中医有什么关系？重塑其实外在我们在塑行为，内在我们就是在塑自己的那个气。那个气是看不见的，但它支撑了我们的思想维度，它支撑了我们的血肉之躯，支撑了我们五脏之间流转是不是顺畅。一个人如果你的五脏气机是顺畅的，那么你这个人外在做事情一定是正人君子一样坦坦荡荡的。那我们说到具体一点，就是好多人会觉得，哎呀，重塑自己这个事儿是不是把我做成了另一个版本的我？那个版本的我是真实的我吗？还是表演出来的？还是为了别人的期待装出来的？可能有些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包括我自己曾经也会这样想。我觉得首先，回到这个话题的话，我就是关于这个误区我想给大家3个思考的层次首先第一个层次呢，就是关于这个真实的自己就是这里呢，我想提醒大家警惕那个所谓的真实的自己。就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你现在身上那些你认为是与生俱来的、天生如此的这个叫什么基因自带的等等，这种表达方式也好，关系的这种相处模式也好，包括我们情绪上的这种惯性也好，就是它很可能并不是你从小到大就是生下来就有的，它是你长期被训练出来的一套惯性的反应。我举个例子就是你比方说一个从小就看爸爸妈妈脸色长大的这个女孩子，那她学会的最重要的生存技能可能就是讨好，就是面对对方的情绪感受的时候，对方的反应的时候，他就需要先克制自己然后去迎合对方那么他会在别人发火之前先一步把这个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他会在别人提出这种需求之前就做那个主动的退让那你会发现30年过去了，他把这个叫做真实的自己了。他会说，我就是一个不太会拒绝别人的人我就是一个对周围的人都非常友善
非常包容的这样的一个性格但是我想请大家停下来好好的看一下就是我们就拿这个例子来讲，就是好好的看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她所谓的那个真实的自己，你觉得这个是她灵魂的原色吗？还是说就是外在的这个环境这个成长经历在她的身上就是涂抹上去的颜色太多了太久了，以至于我们认为说我外边的这套皮肤就是皮肤了。那很多时候我们所谓的那个做自己，其实也只是在非常忠实的去扮演曾经比如说这个受过伤或者是没有好好长大曾经的那个小时候的自己扮演着那个为了生存而被迫习得的各种各样的策略。所以这是第一层。那第二层呢，也是从自己自身的这个角度去理解我觉得很多人一说到这个人格，会有一个非常深的误解，就会觉得这个人格一旦存在，它就是铁板一块它就是一个固定结构，然后从我出生一直到我死亡，它就不会改变了。尤其是现在大家不是都各种测嘛，然后一测完之后，我是这样的人，我是那样的人但是现代心理学包括近些年很多的研究其实都已经指出来了，就是我们的人格特质，它是会随着时间，随着你的一些人生当中的重要经历会发生变化的。而且大量的这种干预研究它也会发现说，通过特定的有方向的这种练习，我们其实是可以推动自己的人格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去发生改变的。所以这个在我们中医当中呢，你就会发现它更好理解，就是你出生时候的那个底盘，在我们看来它叫做先天禀赋那个是父母亲给你的元气，还有你体质的一种倾向。但是呢，你不要忘了我们人还有啥呢？还有后天之本也就是说你的饮食习惯你的生活作息你的情绪的一个表达和呈现方式，包括你待的这个人际环境，所有的后天之本它养的都是什么？都在养你的性都在养你的气血而你整个内在运行的这个方式，其实也就刻画了你对外的一个情绪呈现，包括你性格呈现的这样一个模样。所以一个人呢，先天比如说肝气它是偏旺的，容易急躁，那么他通过几十年的这种修行养性，打坐调息，那也可能他真的就会回到一个相对平和，相对比较中正的一个状态。就是人他都是会变的，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讲，哪个才是真实的自己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去明确的认知的，就是我得要了解我自己那第三个层面呢，我是想跟大家聊的是说，不是我们始终关注我有没有变化我是不是变得更好了，而是说你变的那个方向是不是能够更加贴近你想达成的那个目标，或者你想成为的那个人。因为很多小伙伴，就是尤其是我们西芹的学员当中，有非常多的同学是在那个不断的自我成长探索的路径当中的。但是呢，就是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你做的这一系列的这个动作，它都是为了呈现真实的自己，回到真实的自己，那么这个时候你就要去考量，就是你这么个做法，然后你成为这样的一个自己，它是不是让你在生活当中变得更加的顺畅，变得更加的自如就大家说的游刃有余。如果这个真实的自己让你在关系当中反而是越来越累的，有时候半夜睡不着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真实的自己越来越不讨自己喜欢了，甚至你会感觉说你的整个的这个生命动力它是在一个逐渐萎缩的状态里，那么这个真实打引号的这个真实，大家真的要复盘一下就是它是不是你精神上的一种刻舟求剑的一种状态就这个执着有的时候也会让我们背离那个真实。所以就是当我们想要去改变的时候想要去重新塑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就是首先我们得清理掉过度的标准的化的自己，极度优秀的自己，包括甚至我们给自己选的那个目标或者是参考的那个对象，甚至可能远远就高于你的生活层级或者你的这个认知维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随着我们在不同的年龄的时候，我们想要的那个更好的自己，你会发现它是不一样的就是我们在20岁的时候，我想成为更好的自己，是我的社会化能力更强我跟人沟通的时候，我可以侃侃而谈，我可以非常自信的状态表达我任何观点。那我在30岁的时候呢，可能我想要那个更好的自己呢，是我赚钱能力更强了，我能抓住的机遇更强，我的这种社交的属性其实反而要其次。到40岁的时候，你会发现我想要变成更好的自己是什么？我最好不这么紧绷，我有点松弛感，
或者是我能够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妈妈。就是每一个阶段，我们想成为更好的自己，它本身就是变化的。所以你看，我们中国的就是我们儒家文化里的第一本书叫什么呢？就是《易经》。其实《易经》的易的意思就是变化。所以我们今天做了什么样的行为，朝向哪个方向去努力，它就会有对应的规律和结果。那《易经》里面它指出了那么多各种各样的，就是有64卦，每一卦又有6爻，所以它有几百种变化的结果。但是它是说，不管天地怎么变化，人怎么变化，事物怎么变化，它中间是有规律的。它的规律是什么呢？从一个萌芽开始，一点一点的长到壮年，然后开始衰落，然后开始消亡，然后最后不复存在，最后下一轮又开始一个萌芽。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在变化的过程当中会有这么几个阶段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易经的每一个卦呢有6爻，6爻呢就相当于是一个人从萌芽到消亡，再从萌芽再到消亡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想要成为一个更好的人也一样。我今天下班之后，我觉得我受到了启发，或者我听完这个播客，我要成为更好的人。晚上回家拿出本本和笔开始写，我要成为某某某某样的人，我要成为侃侃而谈的人，我要不断学习，1年看多少本书，我要练习毛笔字。然后这是一个最萌芽最生动的时候，然后第二天想了想，哎呀，好像不那样也行。所以我们从萌芽到消亡的周期只经过了1天1夜。所以呢，有的人他就从萌芽到最后完成，他就不是消亡了，他是完成。完成之后他怎么消亡的呢？是当我要完成的那个目标已经成为我本身的时候，它同样我那个目标也消亡了，也不存在了。所以人到底可不可以改变呢？人一定可以改变。为什么？因为就像我之前打过一个比方，就是在一个同样父亲、同样母亲、同样家庭环境里，甚至同年同月出生的人身上，他们2个在面对一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和态度和吸取的教训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他们的人生就会走向2个不同的方向。那我们在这个里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可以看到，即使我认为我已经有一个固定思维了，我已经有一个成熟的思想体系了，可是每一天都在发生新的事情。每一个人，即使你经验非常丰富，哪怕你已经40、50岁了，你接触的人，你读的书，你看到的事件，你的反思已经积累了非常大了，但是在你的生命里，今天仍然发生了你没有见过的事情。对吧？那么世界它是往前走的，时间它是往前走的，所以我们人在任何一个时间点的当下看向未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崭新的。那这种崭新带给我们一个好处，就是我可以以每一天为起点去设定未来的走向。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在学习中医之后会发现的一个好处，只要你还有呼吸，任何时候改变它都会让你变得更好。那么放在人格的形成上也一样，你哪怕今年30多了，或者像我们一样40多快50了，仍然有很大的一个空间让我们不断的去修正，或者是叫优化自己哈。所以就是刚才说那个话，如果你不认命，你一定会好命；如果你认了命，那你的命也就是那样了。这个真的特别认同。因为在我们接触到的大多数的这个听友当中，然后在寻求改变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真的说实话，不是说人人都会觉得是自己的可塑性很大的。也不是说很多人就觉得说我就是改变动力很强，就有的时候就是现实部分它推着你在往前走。七情人格解读师的一个学员其实在他接触咱们这个系统之前，他就是一个贤内助就是最开始我们在就是私信沟通的时候，他就在讲，他说从小他受到的教育就是一个女性就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妻子。然后就要相夫教子然后非常有涵养所以他好像前30多年就一直努力在塑造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觉得把老公孩子照顾好然后把家里弄得井井有条然后自己也学很多就是关于女性成长或者是更好的自己所有的各种各样的功课。但是他发现40岁的时候，老公事业有成了，然后孩子呢也大了这个时候他突然觉得他自己空掉了，
就是找不到那个主心骨了，甚至开始恐慌因为他发现就是以前他跟可能先生一块要出席一些活动啊，他曾经很引以为傲的那种贤惠啊，那种懂事儿，那种就是不插嘴，然后只是像一个气质绝佳的啊那样的一个完美太太的那个状态，就是真正进入到他自己想要重新投入到社会的时候，他发现那是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因为他融不进去了。他说好像他旧有的这个人格在后来的这个职场当中，或者是更加平等的这种关系当中，更加复杂的这种沟通当中，他就开始处处碰壁。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开始寻找各种各样的方法重塑自己，就是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脱胎换骨，从之前的那个贤惠的太太，然后完美的妈妈，变成一个我们刚才讲的，就是回到那个真实的自己，有独立女性。对，共性其实挺强的，因为确实就是好多我们可能看不见的过去的那个旧人格呀，它不仅是在我们的认知、行为、情绪，它甚至很多时候也会在我们的身体上产生很具象的一些情况。所以现在高发的这种，比如说甲亢、乳腺增生，就是跟女性相关的啊，莫名其妙的各种慢性疼痛，其实这个也都跟我们就有人格当中所特定的那个情绪模式会有关系。对，其实我们的表达方式、我们的关系模式、你的生活节奏，甚至你的情绪惯性，它都是你长期的训练出来的反应，它真的不是你的全部。甚至我可以说它并不是你真实的那个状态。就是它都是我们学来的。尤其像多子女家庭，如果家里边姐姐比较优秀，那这个妹妹可能就学姐姐，或者就跟姐姐有竞争的意识。那竞争当中，你无形当中就在学习。所以我们在没有成年之前，我们就是在一个学习阶段。那10几年的学习和模仿之后，那个东西它真的是你吗？那当我们学习和模仿进入到社会，有了一个初级的血槽之后，我们开始变成要独立了，要有自己的个性了。我再次学习的时候，又找了别的榜样，比如说社会上有一些非常优秀的老师，或者是读圣贤书，它都是我们在模仿学习。但是最终我们会在长期的学习积累过程当中实现一个独立的思想体系。可是我们现在恰恰就是因为我们只有学习、模仿、比较，没有独立思考。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真的是做播客接触了大量的听友朋友们之后，我才发现原来很多听友朋友跟我前10几年一样，主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尤其在有互联网之后，人云亦云好像是一种正确的思路。当一个事件发生的时候，网上都爆批某一个人的时候，我也跟着愤怒。然后当一个特别可爱的东西出来了之后，然后我也跟着同样的喜欢。那我为什么喜欢，我没想过。所以在做播客之后，对我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我不得不去对我每一个观点去思考。也不得不在很多听友朋友们热心的指正之后，我去让自己更谨慎。就像上一期有一个听友，他说他是我的那种就是路人粉的意思，好像就是路过听一下，并没有多喜欢你啊，然后他就纠正我的那个有一个词的发音啊，我说好的，然后呢，就是那个评论区也很热闹了一下。一个人你只要公开去表达，他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出现。那同样的，即使大家不是做播客的，不是做这个叫什么自媒体的，你只要是一个人，你只要在说话，你只要在跟别人沟通，就要面对沟通之后的种种反应。那好多现在说社恐的人，或者是社交焦虑的人，他就是因为不想去面对我做出一些行为之后，或者我说了一些话之后，我不想别人评论我，所以干脆我不说话了。可是他真的社恐吗？不是。他不是对社交恐惧，他是对社交之后别人的评价恐惧。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要通过对自我的观察和内心的不断的这种探寻，你才能知道你到底恐的是什么。那部分你为什么没有跨越过去，或者是为什么它产生了这样的一个恐啊？所以后边我们会跟樊妮老师探讨的就是，我们除了探讨人格可塑性之外，我们还要探讨7种不同类型的人，我们该如何去看待自己啊？但是这里呢，我还想再提一个点哈，就是可能我们好多人觉得说，我要重塑自己，我就要学这个学那个，我要不断去给我加强，我要不断去把我那个水桶的最高的那个点去往上涨，往上涨，往上
上涨。但是实际上呢，你看老子就讲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就是当你要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越学东西越多。但是如果你要做符合天地规律的事情，你越做你就会觉得你要做的事儿越少。所以呢，如果我们在找回自己真正的那个内在自我，或者叫回归本真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而应该是越做越少的。就是我们比如说到了30多或者是40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可以丢掉的很多旧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因为我们在前边的过程当中都是在为学日益，所以当我要回到那个本真自我的时候，其实应该是越放下越丢掉越能够回归为道日损的那个状态。所以这里边呢，就是我想说的这个是啥呢？大家不要一听说我要重塑自己了，我要去学什么，我先学个9型人格吧，我再学一个什么沟通力吧，我再学一个我做管理的，我学个管理吧。不是这样的。其实往外学的时候，学技术的时候越学越多，但是向内走的时候，回归本身回归本心的时候，其实是越丢越少的这么一个状态。那我觉得不仅是说我们要有思考能力，要有那个学习的能力，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有做的能力。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但是我自己是很认可这个观点，就是行为它会反过来反向塑造就是比方说我们正常逻辑下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所以我才能做这样的事儿，说我是一个自律的人嘛，所以我才能够做到每天去坚持跑步嘛。我能成为一个有耐心的人，这个时候我才能对我的伴侣就不会发脾气，不会发火，对吧？但是就是你的行为和身份它是双向的，你可以试试看比如说我们先重复性一个行为，这个时候你的大脑会为了节省能量然后给你的这个行为编织一个身份，然后让它变得更加的什么呢？自动化。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步骤就是你看我天天都在跑步，所以我是一个自律的人，就它有一个前置了。你不是先成为了一个自信的人，你才开始在人前流畅的表达，就是你做到了，你真的做到了，然后把你想说的话说完然后你试着第2次，可能依然是那个心砰砰跳，但是你的可能语言表达的这个语气声音它都稳定了好多然后再到第3次尝试的时候，你甚至已经能够做到直视对方的眼睛，说完你想说的话那么重复到第10次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在表达的时候，你根本不需要再去思考我现在有没有自信，我现在需不需要自信，我还能为我的自信做点什么，已经不需要了，因为这个身份它已经内化进去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做的意义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我们做任何改变，甚至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一定要想清楚，我们不是一下子变超人的。我们是靠那个小小的步子一点一点去做就是咱俗话说一口吃不成个胖子，那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一定不是我先拥有了超人的体能、超人的智慧、超人的什么什么超能力，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不是的，是因为我们第一天只是先把脚迈出了家门。对。所以它积累的一定不是你的里程数，它更重要的是你先确定你就是那个远行者的身份就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回到中医的角度来讲，在中医看来，就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漂浮的精神体，也不是一堆机械的一个就是我们现在大家讲的这个行为模式的组合在中医的看来，所有的人都是由形气神3位一体构成的。所以你说话的方式，然后你情绪的这个习惯状态，你做事情的这种节奏，你在关系当中相处的各种各样的表达方式，包括模式，所有的这些你渴望重塑的这些部分，在中医看来，它不单单是你的想法和性格的问题，就它背后其实都真实不虚的对应着你身体里的气机的运行，包括你脏腑的功能以及你的情志的惯性。简单一点来理解孙思邈老人家讲过，你的身体其实就是盛放你自己情绪也好，你的人格也好，就是性格特质也好，你的身体就是盛放这一切的那个容器那一个歪歪扭扭漏风的容器，它就很难承载得了我们想要的那种非常立体的非常丰满的这样的人格状态，那也很难养出那种舒展的稳定的然后丰沛的情绪的质地。所以呢，当我们要说重塑自己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什么呢？需要身和心同调。
比方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女生们都是女战士、钢铁侠啊，那么在这样的女性群体的身上呢，你会发现一些共性啊，比如说优秀是一个共性，但是同时非常的紧绷也是她们的另外一个共性，就什么事儿都想要控制一下，什么事儿都想要自己扛啊，然后把自己活成一个就是永远不能停止的、不能休息的这样一个状态。这个状态里边，你就会感觉到说他的内心也好，然后他的这个情绪状态也好，甚至他整个的身体也好，他都在一个就是像绷紧的皮筋儿一样，它是无法松弛的。那么从中医的角度来看，他们有的时候的那种过于紧张、过于要强，甚至是脾气不太好，这些其实都是心火和肝阳处在一个非常亢盛的模式里边。那我们中医里边讲，他说心藏神，肝藏魂。那如果一个人他的心神和他的肝魂都得不到收摄，得不到滋养啊，那么这个人他无形当中就会产生很多的身体上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个身体上的不舒服也会影响到他的情绪模式以及他的行为惯性。所以你说这样的人他要重塑的时候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说你就躺平吧，就强调自己说你放松下来吧，你就彻底不要管这些事儿了，你会发现他做不到啊。那我们更好的一个方向是什么呢？是让这样的群体就是能够试着让自己柔和下来，试着让自己能够真正的松弛下来，就把自己那些所谓的停不下来的秩序啊修改一下啊，然后把自己那种要么战斗要么逃跑的模式，然后切换到一个我也是可以是有一个自我修复的啊这样的空间的，就这样的变化才能够真的去改变我们自己。所以我们很多了解过七型人格的，或者是做过自己七型人格测试的小伙伴就知道说一个人的基本情志，如果回到我们药王传承的这个七型人格系统里边，就分成了喜怒忧思悲恐惊7种情志形态。那么每一个人呢，同时拥有这7种情志特性，所以每个人都是一个复合体。但是呢，它其中总有一个主导的倾向。比方说我测完我的情志模式就是4型人为主导。比如说九曲老师他在他的这个情志这个动态当中，忧的情志也会相对明显。那你就会发现，当我们更多的去了解自己这个部分的时候，你的重塑它就会有了一个抓手和一个方向。好，这里给大家补充一下就是七情呢，在我们中医的体系里边是非常成熟的一个体系。比如说一个人，你经常在一个非常憋气、非常容易受委屈或者是不被尊重的一个环境里，他会肝郁。这个就是你的脏腑会形成你的情绪特征，你的情绪经常发生什么，你的脏腑也会跟着变化。它就像一个里应外合一样。我为什么跟这个中医说了几句话他就知道我是什么样的情况了，是因为他懂得五脏和七情的关系。为什么七情反而是一个单独的学科，就是因为如果我不懂中医，我不懂脏腑，我只懂7种情绪，这个可以了吧？从这里入手，你学的也是中医的体系。从肝心脾肺肾这里入手，你学的也是中医体系。为什么我们团队会有一个系统的课程，会有系统的配好的箱，就是因为我们在提出问题、检测问题的时候，也会有解决问题的方案。对，因为中医情志学它就是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心理学，最古老的心理学。就是像大家现在涉及到的，比如说我们了解到的心因性疾病包括什么躯体化的症状等等，我们回到2500年前的《黄帝内经》里边就已经有大量的记载了。所以为什么说上医治未病这个未病治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还没有形成具体的这些症状的情绪反应因为五脏生七情，我们所有的情志它都是源于我们内在的脏腑循行的系统，也都是我们每一个肝心脾肺肾它们的特质的外显所以你当下内在有什么样的运行状态，你就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发生。同样的，当你自己的内在情绪被外界的各种因素刺激到的时候，它也会怎么样反向的去影响你自己的脏腑平衡。我们在测试了将近5万个测试之后，发现了几个最常见的中国人的情志。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几个主要的给大家讲一下。首先一个想要跟大家科普的就是我们
思行人啊，就是此刻认真在听我们这档播客，甚至在认真的写笔记的小伙伴，这个都是我们的思行人啊。你看我们思行人呢，我们说在认知状态里边，他就是属于思想的巨人啊。性格模式当中呢，他们属于非常爱学习的一类啊，所以就是这些小伙伴们，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学习就是人生当中最大的乐趣，所以他们的逻辑是非常强大的。而且大多数的思行人呢，都有一个很厉害的能力，就是相对比较理性。对，所以他们对于自己的人生也好，对于自己的关系也好，对于自己的选择也好，决策也好，就他们通常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概念的。但是呢，他们的能量也都消耗在了就是这个想这个问题上，因为他们为了自己达成一个目标啊，是真的是可以做出一个完美的实业分析报告的这一类人。但是即使他们做出了报告啊，他们的卡点通常都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很难跨出第一步。所以如果说想要重塑自己的话啊，那我们思行人的这些小伙伴们最大的坑可能就是用思考的那个勤奋去掩盖了自己行动上的恐惧啊。所以很多思行人不是说他光说不练啊，他也想练来着，但是他底层的恐惧制约了他的行动力啊，所以他们会用更多的这种知识的学习获得以及不断的这个规划，然后来获取自己的那份安全感。所以思行人需要的是学和行啊，就是少想一点啊，我学完一点我就先做一点，学完一点我就先做一点，永远从那个最小的练习开始，不需要一定要做到那个100%的完美啊，然后100%的准备啊，所有的动作全部练录啊，想了一遍之后才开始，千万不要。好，这个我有发言权。我们群里经常有人问老师，我早晨是先跑步再打8段锦，还是先打8段锦再跑步？我说你先起床出门再说，哪个都行。对，就是一旦这么问的，他大概率都是思行人，因为他都在脑海当中使劲呢，腿都没迈出家门。我说你先出门就行，哪个都行。对啊，我们很多思行人都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啊，尤其像我们接触到的很多学员就是喜欢养生的比较多，就好多00后也是这样啊。我前2天也碰到一个小听友，他说老师，我最近想要开始这个瘦身了，我的瘦身计划我已经做好了。我一看确实挺全面的啊，然后从吃什么喝什么到做什么啊，完整的一套设计，但是永远没有办法开始，就穿上鞋下楼那10分钟。就像我们老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对吧？对。那大家想没想过，诸葛亮说这句话他是有自己的资本的，人家是掐准了在春天的某几天他就是会有东风出现。对，所以他敢说我万事都具备了，我就等着东风，是因为他料定了东风会来。那个是人家的经验。对，那是人家的知识和判断非常准。我们呢啥都做好了，结果我根本不知道东风不来。所以思行人真的是非常容易活在那个想做之前的完美的预设里。好，别说了，我知道了。好。思行人的朋友们，大家也都知道了。首先思行人，思对应的是脾，猛猛的去调脾，然后你的行动力就会像血槽回暖一样增加。对，所以如果思行的朋友，你听到这里说老师拆了我的摄像头，那么你就开始猛猛的去调脾胃啊。好，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就是我们的喜行人了。喜行人。对，喜行人的旧末是什么呢？是用热闹和轻松来掩盖所有真实的沉重感，这是喜行人的一个共性，就不直面那个核心问题。对，或者是不去直面那个本质问题，因为觉得有点严肃。对，然后他也会不愿意袒露自己内心的脆弱啊，或者是敏感的那个部分啊，所以你看喜行人有一个共性的表达，就是哈哈哈哈哈哈。他不管是在就是文字描述里边，还是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就是如果你要跟他聊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或者说你现在直戳他的痛点，他的第一反应不是像我们其他的这种主导性人格，就会用一些比如说我思考一下或者是我可能马上给出回应像我们怒行人，他们不会用笑声先去缓解自己的尴尬然后去掩饰自己内心的不管是忐忑也罢，或者是对否认也罢等等
就是他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呈现，所以他们的这种无所谓然后包括这种微笑模式，就有的时候是一种更深的伪装。就是我能理解喜星人这一点，因为我们团队当中就有喜星人，所以他们是什么呢？我不是真的故意在回避，而是我在生活当中我从来没有去往深了去思考过，去面对过。所以当有人提起这个的时候，他说啊，是吗？好像没有他是真的没有觉察过。就会有一种就惯性的在大脑皮层划过，划过了之后，当我们真的要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可能要反应很慢，然后慢慢去感受，他才能知道，好像是真的。对。但喜星人有一点特别好，就是他其实抱有的开放性心态是比较强的。对，因为他们的整体的能量都是外放的。因为喜的情志在我们的7个情志当中，它是属于外显性的这种情绪状态。喜星人是非常容易有那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充满阳光的然后走到哪儿都能够把那个快乐传递到哪儿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你会发现，如果人际关系当中你有这样的朋友，或者团队当中有这样的成员，你就会发现他们是开心果。就他们总能让那个气氛变得活跃起来也是属于那种特别善于做人际关系当中润滑剂的这样一个类型。是的，而且我发现，因为喜它对应的是心，所以我发现喜星人呢，他有2个呈现的方式，一种是他心真的很大，他对人也没有什么评判，因为他不太会去深度思考，所以他也不会去评判别人。遇到事情就是他哈哈完了过了，就真的过了，一点不往心里去。还有一种呢是看起来是哈哈哈，但是心眼很小。他是真的有些时候会默默的跟别人去比较，或者是别人有了什么什么我怎么没有啊，就是那个小心眼的那个劲儿也挺明显的。因为我们喜星人就像你刚才说的，它是喜为心之志嘛它是我们这个心的系统的外显。对，所以就是这个跟心相关跟喜相关，它还有一个特质，就是特别重颜面。这个颜面我们就分2种，一个部分它是跟颜值相关，一个部分呢它就跟面子相关。所以喜星人其实是自尊心非常强的人。对，但是呢他很多时候又呈现出来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就好像看似心很大，看似什么都无所谓不在乎，但实际上他要真在乎的话，那就是内心就会生出恨了。所以我们喜星的人小伙伴如果说我们要重塑自己的话就是一定留意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时候这个坑呢，就是在于我们太容易用那个没事多大点事儿就是不要紧的无所谓，就用这些去掩盖我们自己内心真实的受伤也好，脆弱也好，以及我们的不满也好甚至是我们的需求也好。对，就这个是我们大家需要注意的所以真正如果说要重塑，要为自己做点什么的话，那我觉得这个方向不是让自己变得更嗨，反而是要让自己学会停下来就不断的给自己按那个暂停键，不断的让自己开口讲话之前，做事之前都随时的给自己按下那个暂停键。当你按下暂停键，就像刚才九曲老师说的，你的思考能力就回来了。所以我们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可以试着不让自己去做那个带动氛围的人，就也可以允许自己偶尔在那个安静的角落里待着，偶尔去透明一下。我们有时候也得练习承认说，我现在就是伤到自尊了，我现在就是很没面子，我现在就是很难过所以这些对于喜星人来讲才是最大的新秩序的建立。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讲这2个七情人格那还有另外5个呢，我就不讲那么多了。这一期给大家一个福利，就是樊迪老师会把7种人格的重塑自我的路径和适合你的那个方向整理成一个文档。然后呢，大家在添加我们小管家之后呢，可以跟他说我要7情重塑自我的那个文档那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份文档给到真的想要去变化的朋友们。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更多的是在中医情志方面去讲如何能够去调整自己。另外一个呢，我们其实这里边也讲了一些关于传统文化的角度。那最后呢，我想跟大家讲，就是关于改变自己，从身体层面它是必须的，因为从身到心，它是一个从底层到高层的一个贯穿就像我们老是说密
命运如果你想要改变的话，一定是从行为改变开始。而且呢，每一个人的命运转变的关键呢，不是说你学了多少东西武装自己，而是像水一样，我们能适应环境，能够不固执的守着自己原有的东西，然后不去在社会的已经很大压力下去争去抢，而是能像水一样改变形态。我可以液态，可以固态，必要的时候还可以气态，对吧？所以人永远都是变化当中随形而至的。那么我们想要像水一样灵活柔软，遇到障碍的时候能够绕行，反而达到一个最终更高更远的一个目标上来。所以大家可以想一下，如果你是水的话，在当下你的状态和工作里你该怎么做？这是一个大家思考的问题啊，可以在评论区里边我们交流。那另一个呢，就是我还是想说，命运它不是固定不变的，有一些东西它是天生带的，或者是说家庭不可改变，但是我们有60%的东西是可以改变的。而行为它就是改变的最早的那个切口。行为改变了心态，因为你的行为会产生正向反馈，你的心态就会改变。所以我们今天想讲的就是怎么样运用中医里的养生和我们传统文化里的一些生存智慧，让我们从弱开始变成更强的人，然后从像水一样开始能变成金刚不坏的这个修行的心。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把你当下在面对哪些困难和问题，想又想不通的，可以我们一起交流。那最后呢，就祝愿大家真正有用的重塑，不是变成一个更讨喜的人，而是变成一个你自己想想都喜欢，想想都觉得开心，然后把自己升级成一个更稳定更有秩序的版本。祝所有的朋友们能够在生活里创造自己的温柔和创造自己的水系。这一期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樊迪老师啊，也欢迎大家去关注他的七型人格。好，感谢大家聆听，我们七型人格见。好，拜拜。拜拜。好学猫